这绝对是韩国影史上最具嘲讽的一幕。一具胸前插着匕首的男士被吊在起重机下荡秋千，尸体还正对着当地警局的大门，简直是对韩国司法系统赤果果的挑衅。10年后，福伯勒迅速赶往现场，刑警队长老崔看到尸体后当场亚麻呆住，因为正是他误杀了男人。可尸体为何会以这种夸张的方式出现在警局门口？看着同事们对着尸体各种检查，紧张的老崔急忙来跟华子压压惊。原来几天前，在警队摸爬滚打15年的老崔终于得到了一个升职的机会，局长是他的同期好友。这次老崔能升职，他功不可没，还特意交代老崔最近几天不要整什么幺蛾子，出现负面新闻可能会影响他的晋升。老崔满口答应，可刚回到队里，队员们就纷纷上前祝贺。老崔表达谢意的同时，让他们低调点，抓紧回去工作。平日里，老崔在警队里最器重的人，除了副手马哥，就是这个新来的警员阿东。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都非常喜欢他，老崔甚至还会亲自传授他办案经验。우발적 본부。当天晚上，队员们为老崔准备了庆生宴。鉴于他以后就是穿西装在办公室喝茶的人，队员们为他送上了一枚精致的领带夹，由阿东亲手为他戴上。此时老崔心情大好，和同事们放肆狂嗨了一番，最后被同事们送上了回家的出租车。途中，老崔给妻子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倒头眯了一会儿。可等他再睁开眼，却发现司机走的根本不是回家的路，任凭他怎么斥责，司机都无动于衷。老崔伸手阻拦，最后出租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老崔气愤地下了车，刚想质问司机是什么人，司机却拿着把刀走了过来，嘴上还不停地说着老崔最近的贪腐行为。老崔还想问司机是受谁指使，可他却直接扑了过来。老崔毕竟是个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刑警，身手自然不在话下，可没想到一个不小心竟误杀了司机。老崔当时头就大了，可想了想还是准备报警。偏偏这时局长又打来了电话，说自己正在和总部的人士一起吃饭，商量他晋升的事。用不了几天，老崔也将会融入他们的圈子。听到这些，老崔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清除了所有和他相关的痕迹，然后扔下尸体一走了之。可万万没想到，没过几天，尸体竟被人挂在了警局对面的起重机下。老崔看到尸体的那一刻就慌了，而且没多久，马哥等人就发现了那辆出租车。阿东第一个上前查看，看到车上遗落的领带夹后，他意识到事情和老崔有关，但他相信老崔，所以偷偷把领带夹藏了起来。随后他们在后备箱里发现了大量的血迹，确认就是运送尸体的汽车。有了这条线索，他们就可以通过道路监控逆推行驶路线，从而发现凶手的蛛丝马迹。另一边，法医在死者的指甲中提取到了他人的 DNA， 推测是凶手行凶时被死者抓伤。马哥认为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只不过他没注意到老崔的脖子上正贴着一个创可贴。紧接着，老崔来到自己上车的地方查看，确认了监控编号后，他再次回到警局，趁着队员们查看监控时假装视察，偷偷拿走了他上车时的录像。不料这一幕却被阿东看见，可他还是没有声张，而是说自己发现了出租车，而且还拍到了开车的嫌疑人，可以确定当时尸体就在后备箱里。于是警队立马全员出动，可刚赶到地点，就直接和嫌疑人撞了个正着。几人立马下车追赶，可对方明显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脱离了众人的视线。于是他们只好分头寻找。巧合的是，老崔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嫌疑人，可对方上来就说人不是他杀的，他只不过是受人指使。他赶到地点就发现了尸体，被逼无奈下按照指使人的要求将尸体吊在了起重机下。可惜的是他也没见过指使人，一直都是通过短信联系。老崔很想知道指使人是谁，可一想到人确实是死在自己手上，杀人灭口的想法瞬间油然而生。对方也看出了老崔的想法，拿起一根木棒就冲了过来。老崔果断开枪，一击打中心脏，嫌疑人当场饮恨西北。可再一转头，却发现阿东就在身后，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刚才的一幕。随后马哥等人也赶了过来，而老崔脸上的紧张已无法掩盖。嫌疑人被杀，局长非常的气愤，可队员们纷纷为老崔作证，表示嫌疑人在抓捕时强烈反抗，而且手持杀伤性武器，老崔也是逼不得已将其击毙。另外，经过调查，发现死者和嫌疑人在案发前都和某一个号码有过联系，查证后确认是某娱乐公司开通的临时号码，有可能是某位涉嫌贩毒的艺人。因为死掉的两人体内都检测出了某种毒品的成分，所以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面粉分歧问题引发的案件。其实现在有道路监控的证据，只要将嫌疑人的 DNA 和死者指甲中的 DNA 进行对比，就能确认其是不是凶手。局长当时就吩咐手下去检验，然后还向媒体宣布有证据表明被击毙的嫌疑人就是凶手，目前正在等待 DNA 检测结果。就在所有人都在等待检验结果的时候，老崔却找到了一伙毒贩，从他们口中得知，最近还有几个吸食那种毒品的艺人。老崔立马想到那个属于某娱乐公司的临时号码，于是就找了过去，得知那个临时手机号是该公司旗下一个2线男演员小金的，但他已经很久没来工作，今早还打来电话要辞职。据说小金不但有吸毒的习惯，还是个同性恋，可惜他登记的地址是假的，电话平时也根本打不通。老崔拜托经纪人有小金的消息就通知他，于是就回到了警局。刚回来就收到了 DNA 检测结果，毫无疑问结果不匹配。其实老崔早就猜到了，也做好了被局长痛批的准备，可不曾想发泄完怒火的局长，却为了不在媒体面前颜面尽失，便让老崔动用点手段，直接将罪名强加在那个被他击毙的人头上。可老崔会就这样结束这起案件吗？显然他更想抓住那个陷害他的人，
与此同时，阿东来到交警大队，找到了当时被老崔偷走的那段监控的备份，发现当时他们送老崔上的正是涉案出租车。于是他就找到老崔，将监控和领带夹都交给了他，说自己不知道老崔为何牵扯其中，但他相信老崔是有难言之隐，也相信老崔会处理好这件事，然后转身就离开了。老崔不知该如何向爱徒解释，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娱乐公司的电话，说小金在某地开了一个酒吧。老崔立马根据地址找了过去，可小金并不在这里，只不过墙上的各种案件照片可以确定他就是幕后主使。另外他还在一本日历上发现了几个特别标注的日期，其中一个就是他误杀出租司机的日子。于是他打电话给马哥，让他查询一下另外几个被标注的日期，结果大为震惊，3个日期都发生了命案，而且死的全都是警察。更关键的是，这几个警察还都是老崔曾经的队友。老崔立马回去查询这个小金的身份，果然在一起10几年前的案件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而且如今死掉的2人还都是当年那起案件的目击者。一家小型赌坊里发现了10具尸体，死因均是中毒。警方调查半月有余，却没找到任何嫌疑人。迫于上级以及舆论的压力，警员们就把一个在赌坊工作的有精神问题的男人当作凶手抓捕，并且找来了2名男子假扮目击者。案子也在警方不知廉耻的操作下结案。可10几年后，其中1名目击者的尸体就以一种极其夸张的方式被悬挂在警局对面的起重机下。警方很快锁定了1名嫌疑人，但抓捕时刑警队长却当场将其击毙，因为他才是案件的真凶。为了保全自己，老崔通过各种线索找到了幕后主使小金的踪迹，可却发现小金正是10几年前被他们冤枉成凶手的精神病的儿子，而且当时处理案件的队友在他遇袭前就已经遇害了。这样看来，当晚那名司机正是受小金指示来报仇的，奈何自己勇猛反杀，事情才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意外的是，第2天这个小金就跑来警局自首，而且指明要和老崔谈。老崔本就是队长，理应由他审讯，可小金却要求关闭监听话筒。局长同意后，小金才说明来意，说这一切都怪老崔当晚没死成才变得如此复杂。不过他却感觉现在这样更有意思，因为他已经拍摄了当晚老崔杀死出租司机的全过程。他给了老崔2个选择，一是在今晚之前杀死当年冤枉他父亲的另一人，也就是当年的队长，如今的局长，否则他就把老崔杀人的视频公布出去；二就是老崔主动自首，局长由他亲自来杀，老崔自然不会答应，还扬言他一定会死在自己手上。小金却完全没放在心上，甚至还让老崔抓紧放他走人。老崔理都没理的就出去了。局长问他都说了什么，他却说小金就是个找存在感的混混，对案件根本没什么了解。于是局长命令副局长再去审讯，结果还真和老崔说的一样。然而局长看老崔的状态不太好，就让副局长继续负责案件。老崔也没有反驳，只是建议暂时不要放走小金。回到办公室的老崔思考了很久，最终放下配枪和证件，准备去找局长自首，可却被告知局长去某公园和领导们聚会。无奈的老崔又回去了，可却发现小金已经被放走。马哥说是副局长下的令，不过他偷偷派阿东他们去跟踪了，说着还打电话询问，可却被告知他们也在那个公园跟丢了。老崔立马意识到局长有危险，快马加鞭地往公园赶去。马哥看着小金的资料一脸懵逼，于是就试着查询了一下他的信息，也发现了当年老崔他们办的那起案件。意外的是，他竟还查到如今的小金并不是那个犯人的儿子，真正的小金在被人收养后就改名换姓了，而真的小金竟然是他们的同事阿东。就在他为之震惊的时候，警队收到了那晚老崔杀害司机的视频，副局长立马下令对老崔进行抓捕。另一边，老崔刚赶到公园，就接到了假小金的电话，说自己在局长的车里放了点礼物。老崔看到局长上车后，急忙跑过去阻拦，可还是晚了一步。而此时阿东2人刚巧看见小金离开，小金就让同事留下来看守现场，自己则继续跟踪小金。同事看着老崔一脸懵逼，他还不知道老崔是杀死司机的凶手，告诉他阿东正在追赶小金。老崔听后立马跟着追了上去，他还打电话询问阿东，得知小金正去往酒吧方向，告诫阿东一定要看好他，等自己过去。可等他赶到时，却只发现了刚吸嗨了的小金。与此同时，马哥却找到了阿东，鉴于同事关系，他没有对外声张小金的身份，而是准备单独将他逮捕。可他却因太过信任阿东，反被偷袭，而阿东却毫不犹豫地捡起了枪。另一边的假小金却告诉老崔，他只不过就是个演员，真正要杀死他的人并不是自己，然后就因吸毒过量草率下了线。老崔一脸蒙圈，忽然又接到了阿东的电话，而电话里却传来了自己儿子的声音。接着阿东交代了实情，老崔这才意识到阿东其实一直都是故意接近自己和家人。老崔让他不要动自己的儿子，还许诺一定会找出当年的真凶，还他父亲一个清白。阿东约他到一处广场见面，老崔赶到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只看到了阿东一人。阿东说当时他也和老崔的儿子差不多大，却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当作凶手抓走。老崔让他终止这场闹剧，再次强调自己一定会抓住真凶。可阿东却说自己知道真凶是谁，当年他就告诉老崔他才是凶手，可没一个人相信，明明就是他看到赌坊的人欺负父亲，才往酒水里下的毒。而他现在想要的就是让老崔在儿子面前被当作凶手抓住。此时，警队的人也都赶到了，在他们眼里，老崔就是杀害司机的凶手。
而阿东则是英勇追捕上司的干警。阿东说，无论如何，老崔都会被当成凶手抓走。不过他现在还可以在被抓之前杀了自己，反正他也为父亲报了仇，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老崔彻底崩溃了，就像阿东说的一样，自己横竖都要被抓，难道真的要先杀了阿东吗？好在他没有冲动，冲着天空连开数枪后，选择缴械投降。就当老崔被控制住的时候，阿东却捡起了地上的手枪，毫不犹豫地朝自己的额头来了一枪。他亲眼看着老崔在儿子面前被抓，完成了毕生心愿，死了也值了。可你小子为什么要杀马哥？马哥招你惹你了吗？哎，小编先去哭一会儿，回头再见。